那苹果16 Pro Max 好像是全球最窄黑边，它黑边应该是没有这么粗的啊。发布1年了，这么坑，真的是离谱了，还漏光。我是一个10年老果粉，这个14 Pro Max 的话已经陪伴我好几年的时间了，可以看到已经成为一个战损版的存在。然后本来是打算今年换17的，但是我朋友给我寄来这个模型机，我的天呐，就长这个逼样，我操！真的，这个外观真的是直接就劝退了我。虽然说它相对于16有一个不错的提升，但是这个外观真的是。并没有让我很惊艳，而且我觉得颜值相对于以前下降了不少，而且今年的17 Pro Max 相对于以往来说的话还要加价，那我也是果断选择这个性价比啊，这个16 Pro Max，然后这台机子8000多块钱拿下，我相信有很多小伙伴也是跟我一样看了这个14的一个爆料图，直接反手就入手的这个16 Pro Max。那这台机子我觉得整体用下来没有什么太大问题，像苹果手机各位也知道，新机上手的话没有任何的一个保护措施，就原厂壳膜啊、充电头都没有，像我这个14也是一样的，裸奔使用到现在，虽然说没有怎么摔过，但是这个屏幕就莫名的出现了很多条划痕。那这种划痕讲实话当时是非常心痛的。那为了我的16 PM 能使用的更久，那新机上手的话，我是给它买了一批膜回来，然后一起测试一下。因为像网上很多视频都是广告，我都是怕踩坑嘛，就直接自己买了，花几百块钱，然后全部给它买回来了。然后也趁这期视频给各位分享一下，看一下这个保护膜有哪些是坑，有哪些还能用。本来是想买那个官方贝尔金的膜，但是哎呦太贵了，一片膜要100-200块钱，真的是承受不起啊。你有病。OK，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一个大牌啊，这款膜它的价格是非常昂贵的，各位也知道邦克士就没有便宜的东西。我觉得这款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，毕竟这款膜真的很贵啊。它有个定位器贴膜也是比较简单啊。可以看到它在排气泡，这款膜就贴好了。它这款膜的话，它是一个无黑边的，所以说不会存在任何的一个黑边遮挡情况。看一下会不会断触啊？因为这款膜还挺厚的，没有出现什么断触的情况。覆盖面积是真的很小，那可以看到啊，这个覆盖面积小了很多。边缘的话摸上去是非常割手的啊。然后这款膜的话还有一点点漏光啊，可以看到它的覆盖面积太小了，有点覆盖不全，是吧？然后试一下指纹粘啊。我操，这输入层做的也太烂了吧！我的天呐，哎呦，算了，我还是给它擦一下吧。OK， 以免各位说我不严谨，然后我从网上租的一个透光仪，92.4的这个透光率，0.72是有点厚的啊。我觉得像这款膜的话，如果说你用久了，可能会出现那种断触的情况。那讲实话，这个邦克士贵是真的贵，但效果确实不咋地，难受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款啊，第二款是一个铁布商家的一个干厚膜。买的一个2片啊，质量保证，用心服务，有个非常大的定位器。那相对于上一款的话，我操，这个定位器确实可以。然后就把这个条子给它撕掉，好，这样贴好了。看一下，贴完后也是没有任何的一个白边气泡，还行啊，那比上一款要好太多了。这款膜它是做了一个热弯的处理吧，边缘的话一点都不割手，可以看啊，是一个全包裹的状态是吧？而且它这个覆盖面积。啊，全面覆盖吧！我操，离谱！听筒这边有防震网，真的是全面覆盖，各位，没有任何问题。看一下断不断触，这个是个很严重的问题，然后也没有出现任何的一个断触情况。那可以啊，因为它是黑边膜嘛，所以说怕遮挡。我也从网上下了一个测试图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各位也能看得到啊，这个红色线都能露出来，就说明这款膜它是没有出现任何的一个遮挡情况的，那还行，那没啥太大问题。指纹再试一下，各位应该能看得到吧？一点点轻微的指纹，那比上一款要好太多太多了啊。那这款膜只能含泪给它拆下来吧，毕竟后面还有很多大牌，可能后面会有更好的。好，透光是92.1，中间的可见光，那还行，确实还挺不错，挺高的了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厚度，只要不超过0.6，应该是没什么太大问题。0.56啊，确实还行，它这个韧性还是非常不错的。我觉得这款铁布商家的还行啊，各位帮我记一下，等一下到最后再对比一下。接着奏乐，下家也是一个大牌。迷失的上墨，它这个膜的话是一个带有一个黑边的哦，它还有一个垫子，还是很细节的啊。其实散膜这款的话，价格也不便宜，盖进去给它撕掉这个条子，贴法跟第一款邦克士差不多。跟它简单的排一下气泡，这款膜就贴好了。断触看一下啊 ，OK， 屏幕都走一圈，也没有出现任何的一个断触情况。它这款膜的一个覆盖面积，不是很大，可以看到啊，还是有一点点漏边的啊。顶部这里也是一样的，是吧？有一点漏边。
这款边缘是做了一个 2.5D， 边缘摸上去是有点割手的，它不像那个谁一样做了一个3D， 其他没什么太大问题。然后我们再看一下会不会挡屏幕，然后各位应该也能看到，它这款膜的话是稍微有一点点挡屏幕的，对吧？这个阿角这里都没漏，还有这上面这边是没漏的，其他都没什么问题。挡屏幕对吧？讲实话就有点恶心了，怪不得它这个贴完后，感觉它这边的黑边粗了很多。那苹果16 Pro Max 好像是全球最窄黑边，它黑边应该是没有这么粗的，对不对？整体来看的话，我觉得挺一般的这款膜。然后拼通网这边也没有，然后试一下指纹粘啊，哇，这膜怎么回事啊？怎么这么脏指纹？你看，我的天，离谱！擦一下。可以看到，它这款膜的一个黑边不算粗，但是它没有做到全覆盖，所以说它会有点挡屏幕。透光率的话是只有91.6，厚度我感觉还挺厚的。我操，0.81，这厚度你能受得了吗？那总体来看的话，这个闪膜我觉得挺一般的，挡屏幕反正我是不能接受，不知道各位觉得怎么样？好，我们来看一下下一款，下一款是一个米卡凡的一个干厚膜，哇，它这款膜直接爆装备了，还有一个白边液，然后把屏幕清理一下。好，这款是一个无黑边的干厚膜，好，撕掉这个条子 ，OK， 那这样的话应该是贴好了。边缘这个白边看能不能压进去，没问题。这里也是一样的，看一下，没问题。不是没啥问题啊，也没有白边啊。那它这个白边液是干嘛的？它这款的一个覆盖面积跟那个班盖是差不多啊，都很小覆盖面积，因为它是无黑边的嘛。边缘的话摸上去也是有点割手啊，没有出现任何断触。哇，它这款跟手还是非常快的，也是有一点轻微指纹。它不像班盖式闪膜那么严重啊。那整体来说，我觉得这款无黑边还行。那它的一个优势就是价格便宜一点啊，它是目前测下来最便宜的一款，透光93.1，那它这个透光率是目前测下来最高的，厚度0.71也有点厚啊。那我觉得肯定是哪个便宜买哪个，对不对？其实都差不多。接入我 OK， 我们来看一下第5款，第5款是一个可以看到这个牌子，我觉得很多苹果用户都应该买过他家的膜，因为确实很大牌的一个干厚膜。然后我们来试一下这款到底怎么样，盒子目前也是最大的。哟，这么大个盒子里面没了，就这么点东西。可以看到我没有乱买膜 ，iPhone 16 Pro Max。其实我个人还是蛮喜欢这个图拉斯的包装，我觉得图拉斯的包装真的非常好看，很高级，给人一种，对不对？就很适合我们这些 iPhone 用户。有2片膜，也是无黑边的一个干厚膜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拉斯到底怎么样。有2个腰子，其实贴膜的话是跟钓鱼一样的啊，要有耐心，不然的话就很容易贴废啊，也很容易空军。排气泡一定要慢慢排。首先看一下覆盖面积，因为它是无黑边嘛，啊，无黑边的覆盖面积都很小，可以看到，是吧？这覆盖面积确实都非常小。边缘的话也是一样的，比较割手，滑动感没啥太大问题，很舒服。然后断触，这款膜跟手好像也挺快的，也没有出现断触情况。然后再试一下指纹粘啊，也是有一点脏指纹。目前都测了3款无黑边的，其实它们的效果都差不多啊。透光92.7、93.8也蛮高，厚度0.7也很厚。整体来看，图拉斯这款膜的话也是比较中规中矩，算是无黑边里面比较好用的一款了。OK， 还有2款，希望能给我一个惊喜。可以看到绿联大牌。OK， 那这款膜也是一个无黑边的干厚膜。那目前测下来的话，有4款无黑边了啊。这款膜它的一个覆盖面积也是非常小。目前测了4款，没有1款覆盖面积大的。边缘的话也是非常的割手。然后我们看里面，滑动感还行，然后有没有断触呢？跟手有点慢。指纹粘染再看一下，哇操，什么情况？怎么这么脏指纹啊？很脏指纹，真的跟图拉斯差不多，是吧？那为什么很多人都喜欢覆盖面积大的？就是因为覆盖面积大的话，它边缘用久了不会积灰啊。如果说你不管带壳还是不带壳，你用久了的边缘的话全是灰，就很难崩。特别像听筒这边，如果说你没有防尘网的话，这个灰很容易进那个听筒里面，估计就是清理不了了。那这到时候打电话这边就会被堵住。绿联这款透光也是非常高啊，93.1，厚度0.73也是很厚。那整体看下来，绿联这款也还不错啊。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一款啊，因为这个牌子它的一个销量还是蛮高的。我们打开看一下，它这款膜包装很简陋，就是目前看下来最大的一个储存体验，真的很爽。有2片膜，我擦，什么情况这么绿？你别说，这个膜好像还挺好看的，这个颜色没有定位器，纯手贴，而且这款膜黑边还有点粗，各位可以看到，
算了，我还是先贴吧，看一下到底怎么样。虽然说是一个直面屏，但贴膜还是有难度的啊，毕竟这个定位很难哎，好像贴歪了，这次应该是贴好了。OK， 那贴膜还是比较顺利的，毕竟我还是有贴膜经验的。那这款膜，看下来的话，各位应该能看到，它这款膜覆盖面积也小，对不对？而且这里也是没有新人网，还有一点白边啊，不过这白边能压进去。其实贴完膜之后，屏幕是有点发绿的情况，然后整体的一个屏幕显示效果都是有一点点那种发绿的情况，对不对？反正我觉得这款膜确实有一点点智商税了。指纹障碍的话，可以看到也是非常占指纹，证明这个输入层做的非常一般。这款膜是有一点点那种漏光的情况，各位可以看到，我操，就这啊！还漏光，这苹果16 Pro Max 都发布1年了，居然它的配件还这么坑，真的是离谱了。可以看一下底部这里能露出来，看到右边这里看不到，左边这里能看到一点点，这完全一条都看不到。这顶部也是一样的，就说明这款膜挡屏幕挡得非常严重，非常的不合格。算了，我也不多说了，这款膜确实很垃圾，透光只有83.6%，我操，厚度0.71。虽然说这款膜它是打着那个护眼的一个效果来卖，但是可能越用越伤眼，毕竟它透光非常的低，就说明贴完这款膜之后，它的一个屏幕非常的糊。哎呀，难。OK， 那这7款膜全部贴完了，给各位做个小总结啊。那这几百块钱就这么简单的画完了。讲实话，这苹果的配件是真的贵呀。像牛液这款的话，这个就是护眼膜嘛。我觉得这款膜可以改名叫伤眼膜了，这个膜确实非常垃圾。那这4款的话，其实效果都差不多，也是覆盖面积小，有点厚，然后透光都非常高。如果说各位喜欢无黑边的话，我觉得可以在这个绿联和米卡房这里面选择，因为像这2款价格是比较便宜的，其实它们的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。像图拉斯和班克士这2款就比较贵嘛，所以我个人还是不太推荐，毕竟也没必要花这么多钱，对不对？黑边膜就这2款啊，一款是贴不上，一款是散膜。散膜这款的话，问题还是有点大了，目前测下来最厚的0.8的一个厚度，那确实可能用久了会断触。那还有一个就是输入层一般般，那其他倒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。那像铁布衫这款的话，目前测下来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，无论是贴合体验，还是整体的一个效果，还有它的一个透光，以及它的厚度，我觉得算是苹果16 PM 的一个干货膜天花板了。当然它价格就是比较贵一点嘛，我觉得你都买了 PM 的话，那这点小钱我觉得还是很有必要的。还好我是买2片，还行，没啥问题啊。我觉得这款确实OK 的啊。那这期测试就先到这边了啊，制作不易，感谢各位老哥给老弟点赞，好吧，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